这么多美少女让你选一个，答案当然是全都要。而这可不是幻想，因为他们全都为你着迷。谁让他们是梦魔呢？他们就是为你而来，用尽各种甜蜜手段，只想让你彻底沉溺在这场美梦里。Not Man 并非噩梦，这款游戏的核心魅力正在于此。超多美少女，各不相同的性格、故事与魅力，总有一个能让你心甘情愿投降。本期视频我就带大家快速认识54位梦魔小姐姐。那么梦魔们为什么非要让你做美梦呢？这就得说说剧情了。你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醒来，记忆全失，但性格冷静。打量四周，屋子整洁，明显有人照料。主人去哪了？你推门出去找找看。你在村庄里闲逛，这里似乎是异世界。忽然撞见魔物袭击一位银发少女，你下意识冲上前想救人看。你本性就是善良又勇敢。这位银发少女其实是位魔法师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天色瞬间变暗，电闪雷鸣，该不会要爆裂魔法吧？结果她突然发现了你，咒语一停，天空立刻放晴。她马上装作柔弱向你求助，让你有点无语。你们面面相觑，少女一脸淡定，旁边的魔物反而显得很害怕。你叹了口气，还是象征性的赶跑了魔物。少女拍拍胸口说：“好险好险！”但你心里清楚，她强得可怕。谁知她话锋一转，感叹道：“差一点就把你和魔物一起轰飞了，太危险了，太可怕了。”这位就是救了你的房子主人，名叫马林。你们达成协议，大魔法使马林为你提供衣食住行，而你则替他解决世界各地冒险者的委托。马林干脆把房子送给了你。原来这村子只有他一人，房子全是他盖的，他只是太寂寞了。稍作整顿后，你去马林房间接下了第一个委托，赶走占据某座宅邸的梦魔。在那里，你遇见了名叫伊丽娜的白毛萝莉，她就是目标，却居然认识你，亲昵地喊着欧尼酱。她并非敌人，只是想试试你的身手。击败伊丽娜后，她跟着你回了村，还自称是你妻子。据她所说，这里是和原世界不同的梦之世界。你们本想用传送魔法来旅游，却因失败导致你与另外2名同伴梦魔莉莉和青梅竹马萨利亚失去了记忆。另外，妻子什么的当然是谎话，当场就被你识破了。从此，你的目标就是找回同伴与记忆。同时，马林也委托你发展村庄，把遇到的梦魔都带回来。如果你意志坚定，战胜他们就能由他们入伙。要是你意志不坚嘛，回家的诱惑 vs 入赘的诱惑选吗？那么为什么你要不断挑战梦魔？或者说梦魔为何总找上你呢？以下涉及剧透。这个世界除了梦魔，还存在着一个名为梦的可怕存在，任何强者都无法讨伐它，因为它会化身为人内心最恐惧的东西。大魔法师马林替全世界承受了这份恐惧，将梦封印在森林里独自看守，世界才重归安宁。但他或许难以忍受孤独，于是在故事开始时建起村庄，并遇见了你。梦魔女王作为马林的弟子，想让师傅不再恐惧，便制定了 Nightmare 计划，让你这个最不善应付美少女的勇者去直面梦，这样梦就会变成只会诱惑攻击的梦魔，你就能轻易战胜它了。总之，剧情大致如此。简单说，这就是个不断收集美少女村民、扩建后宫的温馨故事。对了，屋里那个仙人掌能进回响房间，一键解锁全 CG 和例会由10多位画师绘制，画风多样，绝对养眼。我个人最爱那些营造第一人称氛围、面对面直视的 CG， 代入感超强。角色身材大多符合碧蓝航线式的正常身材，当然也有符合碧蓝档案喜好的类型。那么接下来，咱们快速过一遍54位角色的性格亮点。马林开朗乐观，谦逊实在，你能同时看到他幼稚与聪明，谦恭与严厉，宽厚与执着的双重性格。伊丽娜，女主人公，温柔里带强势，有点病娇，一路引导你成长，最有老婆范儿。莉莉，傲慢的小恶魔，精通拿捏男性弱点。萨利亚，标准傲娇，青梅竹马。杂役梦魔，笨拙却努力，总想打败你。内维尔，慵懒小馋猫。艾梅拉特，拥有摄魂魔眼。萨佩因，中二病发作。希特丽娜，中二病的好闺蜜。洛伊兹，上面4位人偶的创造者，为保护家人能不择手段的家人侠，塑造得很成功，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。他看穿你对美少女没抵抗力，想借此拿捏你，结果自己先害羞到不行的样子，特别可爱。赫尔维娜，威严的大恶魔，是少有的正常人，祸害他成了乐趣。艾德尼亚，嘴臭堕天使，擅长挑事。布兰诺瓦尔，
爱恶作剧的双子。装备快乐，还有洗脑主角的剧情。米屋顶流管人竟住我隔壁，直播时抖 S 现实温柔。猫公用声音治愈你，顺带掏空你的钱包，甚至抢走米屋粉丝的现实掠夺者。他俩是超级要好的冤家。小福中华娘让你领略旗袍魅力，郝云能让你笑到垂地。小福是好领导，他是神人。小福为啥这么宠他？小金胡娘三人组之一。胡娘三人组是唯三有日常约会剧情的角色。小金的性格像开心果，热情直率，爱聊恋爱话题，拉近距离。后来他被艾德尼亚控制，爱一暴走钳制你的那段剧情，让人根本不想点拒绝。艾德尼亚干得漂亮。淘淘做事高效，性格可靠的家庭基石，内心极度傲娇。贵温柔体贴，善解人意的，情感纽带，但家务以他糊涂。哈库梅极度理智又知性，却一点都不冰山的美人师尊。他教你战斗，温柔耐心，认真可爱，让你差点想转职男性攻，不然这可爱师尊压根没和你触发 CG 的念头。普罗托和尼克斯性格相反的双子机器人。普罗托是真人机，可靠高效，只为采集基因。尼克斯则是追求美好过程的艺术家，吃鸡让你想起武侠传统桥段，煽动传功的道士萝莉。拥有这孩子生前没接触过男生，又憋了那么久，简直憋坏了。拉敏木乃伊绷带不用来乐人，而是用来拥抱。小雪喜欢犯贱的小屁孩。小桃活泼讨喜的小屁孩，俩活宝组合太可爱，让人保护欲爆棚。拉潘云淡风轻，温柔潇洒的怪盗。吏部不愧是异世界监狱，为了教育罪犯竟设这种职位。露露并非真监狱长，并非铁面无私，并非冷漠无情。哈莫尼摸鱼被你抓包的真正监狱长。富尔图娜对男人没兴趣的魔法研究者，突然用看实验品的眼神好奇地打量你，也是一种独特风味。蒂亚梅尔纳，这不是二小姐和16夜笑夜吗？可惜暂无 CG。梅洛丽，全游戏最钻研撩汉技巧的恋爱大师。奇蒂，盗贼，全游戏性格最恶劣，认为男冒险者都是给他送钱的奴隶，唯一优点是最后把你当朋友了，虽然性格照旧。马吉娜，真话说一半的心理大师。普尼姆，勤奋打工人，鞭子，节能打工人。罗泽，媒婆，后面两位角色爱上你少不了，他推不住篮。维奥拉，恋爱脑，直接幻想和你婚后生活，幻想程度堪比堂吉诃德。维奥莱塔，纯情猫娘，作为梦魔从没袭击过男性，渴望纯爱，结果一见到你就沦陷了。兔女郎，超次元研究社联动角色。木纳露娜，拜金姐妹组，木纳纯情，露娜心机。拉比农，苦逼打工人，努力维持服务生形象，但快绷不住了。白发梦魔，经典雌小鬼人设。白色人偶，这不是派蒙杯子吗？女王并非威严满满，梦不可名状的化身，但是得了抑郁症。那么你喜欢哪一个？